这一幕落在外面众人目中，那上千修士一个个睁大了眼，心神震动，看向白小纯时都露出狂热。他们心底不平静，可一想到白小纯的身份，立刻就觉得似乎这一切也不是那么的让人无法置信。那毕竟是白大师啊，是在蛮荒必杀榜上压过了一群元婴修士，列位帝师的超绝之人，因他而灭的冤魂之多，根本就数不清晰。说他是冤魂克星，也都绝不夸张。这些修士对白小纯有种盲目的崇敬，所以此刻的震撼还好一些。可那魂修老者，他的骇然在这一瞬已滔天而起，轰鸣了他脑海里的整个世界。这怎么可能？那是数百上千万的魂啊！这魂修老者已经语无伦次，尤其是他之前刚刚经历了亲自去洞口的一幕后，再看到白小纯的这里的风轻云淡，他根本无法接受。可紧接着，让这魂修老者更恐惧，甚至心神都要崩溃的一幕出现了。在那无数的魂嘶吼咆哮中，白小纯站在那里，右手抬起时，又取出了一枚聚魂丹，一把捏碎后，四周的魂减少了很多，随后再次取出聚魂丹。就这样，白小纯在这深坑洞窟中信步前行，时而拿出聚魂丹捏碎。渐渐的，1万、3万、5万、10万、20万、50万，没过多久，足有100万的魂就这么的被白小纯轻而易举的收走了。看着那洞窟边缘的区域里，上千万的魂明显的少了1成后，这一切已经让外面的魂修老者彻彻底底的目瞪口呆，完全懵了。尤其是白小纯的随意轻松，那大摇大摆，如同是走在自家后花园的感觉，让魂修老者眼珠子瞪得快要掉了下来，呼吸粗重紊乱。元婴，该死的，此人一定是元婴老怪，否则的话不可能解释这一幕。他一定是元婴老怪，且身上还拿着重宝。魂修老者颤抖，内心在尖叫。想到这里后，他忽然觉得一切都通了。为何对方那么厉害，灭杀结丹如儿戏一样？正是因为此人是元婴修士。该死的通天修士，明明是元婴修为，可偏偏却喜欢装扮成结丹来欺负人。老者苦涩时，白小纯赫然将这洞窟边缘的魂收走了大半之多。内心激动中，白小纯想要继续收割，可却发现自己的聚魂丹不够了。他赶紧飞出洞窟，到了赵龙等人的面前时，赵龙等看向白小纯，如看神人，一个个都狂热无比。把你们的聚魂丹借我用用，回去后我加倍给你们。白小纯赶紧开口，他话语说出，那上千修士一个个立刻将自身的聚魂丹取出，纷纷递给白小纯。一下子有了如此多的聚魂丹，白小纯振奋无比，转身直奔洞窟而去。很快的就将洞口边缘的那些魂全部收走后，向着此洞的深处施施然而去。赵龙等人迟疑了一下，纷纷上前靠近一些，直至到了洞窟外，看去时才看清了里面白小纯的身影。这一看之下，所有人都一怔，他们看到的除了白小纯外，则是一片森森白色的地面。白小纯似站在那白色的地面上，正在观察着什么，脸上露出的是无穷震撼与匪夷所思。这一幕让众人有些费解，可仔细看了那白色的地面后，众人渐渐心神轰鸣。那是天啊，那不是地面，那是这上千修士此刻纷纷色变，全部吸了口气，脑海轰的一声，如要炸开。那魂修老者更是尖叫一声：这怎么可能？这是骸骨！只见这洞窟实际上居然只是一个入口通道而已。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洞窟的深处，那里赫然有一处巨大的地宫。这地宫之大难以形容，他们虽看不清具体，可能看到在那里竟存在了一副惊天的骸骨。这骸骨之大，怕是足有10万丈大小，而他们顺着通道看去的，只是那骸骨的一小块骨头而已。此刻的白小纯，他的震撼比其他人要强烈太多。他顺着通道入口进来后，看到了那白色的大地，而后看到了这只是一小块骨头，最终看到了那10万丈的森森白骨。这不是人的骨头，而是一条鳄鱼状的巨兽，蔓延在这地宫中，骨如山峰，让白小纯这里吸气时脑海嗡鸣。同时，在这庞大的地宫中，赫然还存在了数不清的冤魂。这些冤魂不具备固定的形体，而是一团团不同颜色的雾气，时而凝聚出的面孔也都模糊不清。游走在这磅礴的地宫中，从数量上看，怕是上亿都有。就算是天人到来，看到后也会头皮一炸。要知道，这上亿的魂若是全部冲击，没有克制之法的话，天人也要陨落。鳄鱼，我抓的那头天兽魂，莫非这骸骨就是他的肉身？白小纯心神震动下，不由思索道：那么这些魂是他死后幻化，还是这些魂杀了他？白小纯目光扫过骸骨，心神不宁，猜不出答案。他更希望是前者，可不知为何，他总是觉得这里面不大对劲，或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好半晌，白小纯才平静下来。对于这些他无法猜到的事情，他只能埋在心底不去理会。况且白小纯很明白，此地的存在怕是藏着更深的秘密，且哪怕因此的存在了禁止，
使得一切异常之事外界无法察觉。可毕竟深坑在外，如此一来，怕是用不了太长的时间，也会被长城或是蛮荒发现异常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自己想要再来这里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这些魂都是战功。白小纯目中露出飞扬的神采，呼吸微凝，猛地走出，右手抬起时，立刻一枚枚聚魂丹轰隆隆的被他四散扔出。眨眼间，巨响回荡，聚魂丹一一爆开，一片片魂从四周挣扎嘶吼中，陆续的被收缩成了一个个魂球。可这里的魂实在太多了，引起的动静之大更是惊人，甚至大地都颤抖起来。尤其是那些魂的尖叫声，更是让人心神都要崩溃。外面的上千修士与那位魂修老者，众人在外面听到这尖锐的嘶吼，都一个个神魂不稳，甚至还有人嘴角溢出鲜血，纷纷骇恐，齐齐后退。尤其是那魂修老者，因被封印，此刻在那声音的刺激下，直接喷出大口鲜血，面色瞬间苍白。下面有多少魂？天哪，这声音超越了数千万魂的嘶吼！莫非上亿了？老者觉得不可思议。要知道，就算是战场的大战，凝聚的魂潮也最多就是千万而已，上亿的魂他还从来没见过。赵龙等千人修士也都一个个心惊不已，担心白小纯那里，内心焦急，可却没有露出，而是在退后时目不转睛地望着深坑。深坑内，白小纯也面色苍白，他此刻也发现了面具的另一个功效，居然可以减弱这些魂的嘶吼，使得传入他身体时波动减少了太多，使得他这里可以勉强承受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！白小纯虽心惊胆战，可他目中却露出狂喜。随着一个个魂球被他收走，他心底计算着战功，那种感觉让他觉得刺激无比。身体一晃，再次挥手时，大把大把的聚魂丹不断的扔出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一天。这一天里，洞口内的刺耳嘶吼不断的传出，使得外面众人一个个都紧张的不得了。而那魂修老者此刻更是颤抖起来，他的目中满是茫然，更有惊恐。天哪，这家伙到底什么修为啊？这声音在这个距离，结丹听了都会心神不稳。若是在那深坑里，怕是立刻就会崩溃，甚至就算是元婴，也绝对无法坚持这么长时间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唯有天人。他不会是天人？这魂修老者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是恐怖，越想越是颤抖。他以前还有一丝一旦自己有机会活着，一定要报复的怨毒念头，可如今这念头早就消散得一干二净。天哪，他若真的是天人，那么一切就清晰了。天人老怪都有怪癖，装扮成结丹也不是不能理解。魂修老者茫然中自以为想通了，此时已惊恐到了极致。在这外面，众人一个个都肉跳神经，甚至因着时间的流逝都纷纷紧张时，白小纯在这洞窟内，在那巨大的地宫中，此刻双目冒光，整个人眉飞色舞。他的聚魂丹已经几乎全部都用完了，一整天的时间，数千聚魂丹的耗费，使得他这里抓获的冤魂数量达到了数千万之多。在他的储物袋内，这数千万冤魂凝聚成数千个魂球，每一次白小纯临时扫过，都觉得自己动力非凡，仿佛看到了数不清的战功。万夫长，我一定要成为万夫长！白小纯嗷嗷大叫一声，他的眼中跃动着兴奋的光芒。此刻将最后几枚聚魂丹扔出后，随着声响回荡，紧接着又收回了数万冤魂。白小纯一摸储物袋，不甘心地发现自己的聚魂丹没了。早知道我多准备一些啊！白小纯肉痛地看着眼前那依旧数不清的冤魂，他觉得好似自己去了一趟金山，可却因自己准备不足，只能搬走一个小山间的感觉。那种不舍，那种纠结，让白小纯这里遗憾的连连叹息。不管了，我自己还好说，身边那么多兄弟都等在这里，要为他们的安危着想，还是尽快回去炼制聚魂丹，然后我自己再来一趟。白小纯狠狠一咬牙，他此刻有些不甘，眼睛都红了。这里的冤魂数量之多，支撑他成为万夫长绰绰有余。那种万夫长触手可及的感觉，让白小纯整个人都亢奋起来。尤其是一想到自己成为万夫长后的种种不同，他的心就砰砰的加速跳动。此刻深吸口气后，他蓦然转身，直奔洞窟外飞去。速度之快，刹那就顺着洞窟的通道直接飞到了外面。刚一飞出，外面的上千修士就立刻精神一振，齐齐看向白小纯，等待白小纯的命令。而那魂修老者此刻身体抖如筛糠，看向白小纯时，内心已掀起滔天大浪。他看到白小纯居然毫发无损，虽眼睛红了，有些疲惫，可明显精神亢奋的样子，让这魂修老者的心底再次坚定了自己的猜测，一定是天人。魂修老者都快哭了，在他的意识里，天人以下单独一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恐怖的洞窟内坚持一天的时间，且竟一点伤势都没有。你说你一个天人，干嘛要来欺负我？魂修老者想到这里，悲从心来，眼巴巴地望着白小纯，内心已绝望。就在这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白小纯身上时，白小纯一闪而出，在这深坑四周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布置后，在半空中袖子抖得一甩，目中带着血丝，
可却露出摄人精芒。回长城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低沉开口，身体更是一步走出，向着长城的方向疾驰而去。那上千修士等了一整天，此刻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，也都暗中松了口气。他们虽是骄兵悍将，可这里毕竟远离长城有一段距离，且此地的动静太大，虽他们也看出这里存在了天然的禁制，使得此地的一切异常外人难以快速察觉。可毕竟在这里耗费了一天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会越发的危险。一旦蛮荒有势力来临，必将危机。此刻白小纯一声令下，众人顿时四散开来，依照他们的经验，扩散八方，直奔长城而去。一边离去，白小纯一边默记路线。走出没多久，白小纯回头看向身后，那深坑所在之地，在远处一看，那里山峦弥漫，似重叠出了无数的影子，以一种天然之力遮盖了一切痕迹，就连声音也都传不出太多，似乎也被这山峦阻隔。如今天色很晚，四周漆黑，看去时仿佛在那里存在了无数的黑影，让人忍不住有些莫名其妙的心底发寒。这里的禁制真的是天然存在的吗？白小纯迟疑了一下，他脑海里浮现出那鳄鱼的骸骨，沉默中转身继续前行。来的时候需探查路线，小心谨慎，可归途虽一样需谨慎，但在心态上却不同。且这归途很是顺利，途中虽遇到了一些小群冤魂，却并不影响太多。数个时辰后，白小纯一行人终于看到了长城。此刻已是第3天的黎明破晓，虽天地漆黑，可长城上阵法的光幕之芒，使得长城看起来如同一条巨龙卧在那里，散发出惊人的气势，让所有看到之人都会心神震动。白小纯一行人还好，毕竟已习惯，可对于那魂修老者来说，此刻颤抖恐惧更多，可却容不得他挣扎。很快的，随着身份令牌的通过，白小纯一行人从一道小门全部回到了长城中。魂修老者从始至终都不知道白小纯真正的身份。众人回来后，立刻有人将他带走，送去专门的战俘之地，在那里将会有专门的修士负责审问以及确认。至于这一次跟随自己外出的上千修士，白小纯也没有吝啬，直接拿出了1000个魂球，每个人都赏赐了一个。虽对于每个人而言，1万冤魂的战功不是特别的多，可都知道这一次白小纯拿出的总数，那可是1000万冤魂，这种大手笔，整个长城内就算是白灵等5大军团长也都拿不出来，一个个都很感动。兄弟们，跟着我，大家有酒喝，有肉吃，有什么好事，我白小纯岂能忘了大家？白小纯一挥手，很是大方的开口，使得众人看向他时狂热更多，也不需要白小纯去提醒说些什么。他们明白，这一次外出遇到的事情，若没有白小纯的允许，他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没有浪费时间，赏赐了所有人后，白小纯没去休息，而是兴致勃勃地直奔自己的居所，开始全身心地沉浸在炼药中，争取让自己用最快的时间炼制出更多的聚魂丹。至于魂角的任务，自然有赵龙等人带去交接。不多时，任务完成，100万战功计算在了白小纯这里后，他的身份令牌的红芒也消散不见，令牌恢复如常。时间一晃又过去了3天，这3天白小纯依旧没有休息丝毫，他红着眼正疯狂地炼药。随着一炉炉聚魂丹被他炼出，再加上他之前余留的，总数达到了5000多枚后，白小纯等不下去了。夜长梦多，拖的时间越久，那里暴露的可能性就越大。白小纯一咬牙，如今成为万夫长已成为可能，如此一来，白小纯也就豁出去了。他准备妥当，在这第3天夜里外出兵营后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没有带任何手下，而是施展了不死金弥漫全身后，他明悟出的那似乎是不死劲的神通之法，向前猛地一步走出。刹那间，他的身影就消失，那种身体如要崩溃分解的感觉再次浮现，挣扎了许久。白小纯出现时，赫然在了长城外的战场上，没有半点停顿。在出现后，他急速前行，刹那远去。面具已被他戴上，一路展开全速，魂的波动更是散开，整个人还透出一股煞气，使得途中遇到的一些土著与魂修，远远看到他后，都有种此人不好招惹之感，纷纷避开。终于，在白小纯这极致的速度下，他遥遥地看到了山峦重叠如黑影狰狞之地，内心一热，查看四周，确定无碍后，加速疾驰。可很快的，白小纯就面色变化，他在这附近找了好久，竟没有找到之前自己所去的洞窟。我确定就是在这里，可为何没找到？莫非是那禁制的缘故？白小纯很是诧异，在这附近又转悠了一圈后，他目光闪动，若有所思时，眉心突然第3目睁开，体内修为奔流而去，通天法眼开启，仔细地看了看四周后，依旧没有看出什么端倪。这要是换了其他人，除非是确定地点就在这里，否则的话不会在滞留观察太久。白小纯这里不甘心，索性在这四周不断的寻找，不时的施展通天法眼，直至又过去了数个时辰。当黎明破晓的一刻到来时，山峦之影重叠改变，似乎全部都融在了一起时，白小纯的通天法眼内立刻就看到了不同。原来是这样，白小纯精神一振。这里的天然禁制看似复杂，
可实际上又有其简单的地方，那就是这里山峦之影的重叠，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重叠之处，而每一个时辰的不同重叠进出的方法都不一样。白小纯当初踏入这里时，此地还没有形成静止，离开时是在黎明破晓，所以他记住的路线必须要在黎明破晓的一刻才会出现，其他时间段内那条路他是找不到的。且就算是到了黎明破晓，也需一些特殊的手段才可以让人找到真正的道路。白小纯这里若非是极为确定，且又有通天法眼，否则的话，想要再次到来很是困难。此刻明悟了这些后，白小纯一晃之下再次飞出。这一次，他顺利的从一条小路踏入到了山峦深处，在那里通过通天法眼，终于在一个时辰后找到了数日前他离开的那处洞窟。到了此地后，白小纯压下内心的激动，没有立刻踏入洞窟，而是在这四周转悠了一圈。他之前离开时曾有一些布置，若有人到来，这些布置上会出现端倪。检查之后，白小纯才松了口气，知道这几天此地应该是没有人到来，顿时放心，这才飞入深坑中，顺着通道直接就出现在了那地宫内。刚一踏入，白小纯就惊喜的看到，这地宫的魂居然又恢复到了上亿的数量。要知道，他当初离开时，这里的魂已收走了小半之多。这里的魂莫非没有数量？白小纯喜出望外，立刻扔出聚魂丹，红着眼睛嗷嗷大叫着收割开来。10万战功，100万战功，哈哈，1000万战功！白小纯情绪激昂，他只恨自己的聚魂丹还是太少了。这一次，他用了2天的时间，将那5000多聚魂丹全部都扔出。之所以会耗费这些时间，是因他需要让每一个聚魂丹都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果，所以需不断的前行，来到魂群中间去捏碎。2天后，带着5000万冤魂，白小纯神采飞扬的离开洞窟，在外面等了等，直至等到黎明破晓时，他顺着之前的路线疾驰而去。到了外面后，直奔长城。一路他都紧张万分，有种身怀巨宝的感觉，生怕自己被人打劫，更怕因为一些意外，使得自己这里无法顺利回长城，从此万夫长梦破碎。好在他的面具非常强悍，使得白小纯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魂修，再加上他的小心翼翼，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，终于回到了长城外的战场上。在这里，他猛地一步走出，不死劲的荣空之盾再次展开，直接就回到了长城中。已经有7000多万的冤魂了，折算成战功的话，数量恐怖，可距离万夫长还是有不少的差距。我要更努力啊！白小纯兴奋中又担心洞窟那里出现意外，于是这一次回城后，他没有自己去炼制聚魂丹，而是安排手下修士去整个5大军团借聚魂丹。毕竟白小纯这些年炼制的聚魂丹都发给了5大军团的修士，在他手下1000人去借聚魂丹时，白小纯也没有闲着，而是在这主城里去了多家阵法商铺，一口气买下了不知多少套阵法。毕竟他也不知道这一次手下能借来多少聚魂丹，他已做好了多次去冤魂洞窟的准备。数日后，当他手下1000人将借来的9万多聚魂丹都给白小纯拿来时，白小纯目中露出狂喜。这么多，此次若能一次性成功的话，那么我的万夫长身份就成了。9万多聚魂丹，加上我之前的，差不多10亿冤魂。白小纯仰天大笑。当天夜里再次外出，这一次他轻车熟路，来到山峦重隐之地时，正是黎明破晓，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耽搁。白小纯就再次踏入到了洞窟外，将那些阵法全部都布置在四周后，他飞入洞窟中，看着地宫内的冤魂竟再次恢复到了约莫1亿时，白小纯大笑起来。这一次，万夫长的身份必定可以成功。白小纯踌躇满志，身体一晃，在这地宫前行时，一枚枚聚魂丹被他不断的扔出，丹药碎裂的砰砰之声回荡，每一次聚魂丹碎开，都会有1万冤魂被吸来成为魂球。白小纯振奋执着，如今聚魂丹的数量又前所未有，他激动中用了3天的时间，终于首次的将这庞大的地宫内的魂直接收空了。可也就是空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很快的，从这地面内就有一丝丝雾气升空，居然又化作了数不清的冤魂。这些冤魂出现后，都在嘶吼，在这地宫内不断的搜寻，似要找到白小纯。白小纯嘿嘿一笑，眼看冤魂再出，他索性等了一会，直至等到这里的魂再次达到了1亿后，这才大摇大摆的开始收割。我的，都是我的了，哈哈，我就要成为万夫长了。白小纯得意无比，似掌握了一些窍门，就连收魂的速度也都快了不少。这一次用了2天，就将此地的魂再次收空了。不多时，第3波魂出现。就这样，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7天。当白小纯再次将那此地重新出现的冤魂都收走后，他的聚魂丹还剩下几千枚。既然有聚魂丹剩下，白小纯自然不会离开。他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将所有聚魂丹都扔出后才会离开。可他也不知为何，这一次等了1炷香后，居然还没有魂重新出现。没了。白小纯有些奇怪，在这空旷的地宫飞来飞去，
直至过去了半个时辰，也都不见魂出现，他有些傻眼。真的没了呀？白小纯挠了挠头，琢磨着，虽聚魂丹还有一些，可自己收获的冤魂也差不多接近10亿了，换取的战功应该可以支撑晋升万夫长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这才摇头叹了口气，还以为找到了一个无限的战功洞，可没想到居然才这么点。白小纯有些不满，又等了一会，确定再没有魂出现后，这才向着上方的通道飞去。可就在白小纯这里要靠近通道的刹那，突然的大地颤抖，整个地宫的地面好似要崩溃般，居然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缝。仅仅是裂缝也就罢了，更有一声声如同天雷滚滚的轰鸣巨响，也从大地内爆发出来。随着爆发，整个地宫的地面好似要坍塌一样，甚至那惊人的鳄鱼骸骨竟也都凹陷下去。这一幕让白小纯面色一变，可随即就露出狂喜。难道还有下一层？白小纯惊喜时赶紧看去，可就在他看去的刹那，突然的在那地宫的地面坍塌中，赫然有一团浓密无比、覆盖范围足有数万丈的黑雾汩汩而出。这雾气翻滚中，竟有一只黑色的狰狞鬼手，居然从雾气内一把伸出，向着白小纯这里猛地抓来，随之还有怒吼从那雾气内回荡。在看到这巨大鬼手的瞬间，白小纯面色猛地变化，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瞬间在他全身扩散，似乎他身体每一寸血肉都在这一瞬发出强烈的尖叫，去告诉白小纯这里非常非常危险，他能看到我。完蛋了，莫非是招惹了大魂，不满意了，要灭我？白小纯尖叫一声，吓得哆嗦，将储物袋内残余的数千具魂丹猛地全部扔出，大吼一声，在那数千具魂丹齐齐爆开，形成了巨大的吸力，使得那鬼手有些扭曲，速度慢下来的刹那，白小纯已落荒而逃，用最快的速度冲出洞窟。可就在他走出的刹那，他的身后一声比刚才还要愤怒的嘶吼滔天而起，那巨大的鬼手竟一路直接追出，向着白小纯狠狠一抓。这鬼手似可以扭曲虚无，在抓来时更是封锁了白小纯四方的天地，仿佛化作了牢笼，让白小纯这里插翅难飞。眼看危机，白小纯异常紧张，那种生死危机让他目中瞬间充血，甚至脸上都鼓起了青筋。在那大手一把抓来的刹那，白小纯猛地大吼一声，不死长生功施展到了极致，直接一步走出。这一步在迈出时，他的身体就开始模糊了。当这一步完全落下的瞬间，他的身体如消散一般直接分解。几乎在分解的瞬间，那惊人的鬼手轰的一声从白小纯消失的地方直接一把抓过，巨响回荡，似虚无都要被抓碎，形成了一道道裂缝。似察觉白小纯逃出，那洞窟内的怒吼再次惊天，这一次甚至都传出了这四周阵法的范围，使得八方轰动，更是让无数人瞬间察觉。与此同时，在距离这里约莫1里地外，白小纯的身影猛地出现。出现后，他喷出大口鲜血，整个人面色苍白，踉跄了几步后，鲜血再次喷出，甚至他的后背处此刻也都有鲜血溢出，在那里赫然有5道抓痕，仿佛是被人一扫而过，形成的伤势似要腐朽了5脏6腑。好在白小纯肉身强悍，强挺着坚持，鲜血喷出时，他心有余悸，可却没有半点停顿，咬牙向前疾驰而去。可就在白小纯出现的刹那，突然的，他身后那山峦重影之地内，一道黑色的光柱在阵阵轰鸣中冲天而起，直奔苍穹，在苍穹中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波纹，向着八方扩散开来。大地上还有冲击以那洞窟之地为中心，向着四周横扫，四周的一切天然静止，全部都在这光柱掀起的冲击中摧枯拉朽，全数崩溃开来。那冲击还没有消散，依旧扩散。而白小纯此刻已害怕到了极致，他几乎是玩命了，一路落荒而逃，内心的恐惧已惊骇全身，向着长城的方向疯狂的逃遁。完了完了，莫非是我太贪了，引出了一个大的？白小纯沮丧不已，他觉得自己闯祸了，却是逃得更快了。在他疾驰时，于那洞窟的四周方向有不少土著与魂修都猛地察觉，一个个看向洞窟方向时俱都动容。怎么回事？那里竟有如此波动？在这阵阵惊呼中，一个个土著与魂修直奔洞窟的方向而去，试图查看究竟。好在随着黑色光柱的升空，随着冲击的四散，随着阵法静止的崩溃，那洞窟的巨大鬼手再也没有出现，使得四周靠近的土著与魂修在危险上明显少了很多。一个个靠近后，望着那深坑各有所思，很快的就有人飞出查看。甚至长城方面此刻也都察觉，在那黑色光柱升空时，高塔巨幕闪耀，陈鹤天一步走出，遥望那冲天而起扩散波纹的黑色光柱，神情有些严肃，让人去查看一下，那是什么？在陈鹤天下命令时，白灵等人也都注意到了这光柱，甚至感受到了地面的轻微波动。蛮荒方面，在那平原上，在那上百部落的环绕内，中心区域里，一处大帐中，穿着一身红色长袍，有着绝美容颜的红尘女，原本正在打坐。
此刻猛地睁开双眸，遥望苍穹。那是红尘女迟疑了一下后，一样安排下去，派人去查看。在这双方都派人去查看之时，于那洞窟外约莫数十里地的山林中，有2道身影正快速疾驰。这2人一男一女，虽看起来有些狼狈，衣衫残破，可2人的目中却有逼人的精芒，若有人对望，必定会心神震动，仿佛看到了凶兽一般。这2人身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，反倒有魂的波动，尤其是煞气之浓，让人触目惊心。那男的冷傲，女的秀美，身上似有很多伤势，虽已恢复过来，可却留下了一道道喋血之战的痕迹。他们正是赵天骄与陈月山。他们2人当年离开长城后，在蛮荒游历，大大小小战斗无数，身边不断聚集来同出长城之人，而后又不断的死亡，如今只剩下他们2人还活着。经历了这一切，对他们而言如浴血一般，从内到外仿佛重生。他们身上曾经还存在的一丝稚嫩已经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沉稳与冷冽。快要到长城了，我已向师父传信了，回去后余下的时间加入5大军团。赵天骄咧嘴一笑，这一笑可以看出他的右侧嘴角竟有一道疤痕连接到了耳朵上，看起来很是狰狞。陈月山有些心痛，站在赵天骄身边点了点头。那一道疤痕是赵天骄为了救他被一个炼魂师所伤，而那一战的惨烈，此刻陈月山回想起来也都心有余悸。好在这一次外出历练，虽有悲伤，可收获一样不小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天兽魂。就在2人疾驰时，忽然的，他们看到了远处天空上升起的那道惊人的黑色光柱。在这光柱升空的瞬间，赵天骄目光一凝，与陈月山商议后，给他的师尊陈鹤天传音请示。片刻后，2人没有回长城，而是向着黑色光柱升起的地方疾驰而去。黑色光柱的出现惊动多方势力，在这所有势力都安排人手去查看时，唯独白小纯这里正飞速的逃遁。他面色惨白，一路疾驰，终于在不久之后看到了长城。咬牙之下，再次勉强展开不死境的荣空，出现后已到了城池内。鲜血再次喷出后，他踉跄的回到了兵营。到了居所后，再也忍不住，一头摔倒，昏迷过去。这一昏迷就是3天。3天后，白小纯睁开眼，挣扎的坐起时，他感受到了自己体内5脏6腑的剧痛，还有修为的散乱。那一抓也太恐怖了，这还是没有抓到我，只是扫了一下。白小纯回想之前的一幕幕，倒吸口气，心有余悸。他也明白自己这一次之所以如此重伤，还有一些原因是数次施展那不死境荣空之法穿梭阵法。无论是之前的天然禁制，又或者是长城阵法，以这种荣空穿梭对身体的伤害极大。好在他的不死长生功强悍，这才可以坚持，否则的话，换了别人，哪怕是元婴受到如此重创，不说死亡，可想要恢复，短时间无法做到。可白小纯这里的恢复力惊人，这等伤势，他在丹药的配合下，用了7天的时间，竟恢复了七七八八。同时在这些日子里，白小纯也不敢外出。他一想到那鬼手，想到那黑色光柱，想到地宫的碎裂以及那10万丈的鳄鱼骸骨，他就觉得在那里一定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秘密。而自己显然就是这一次事件的罪魁祸首。白小纯害怕呀，他觉得自己挺冤枉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白小纯唉声叹气，要知道他原本的打算只是想要多弄一些魂而已。同样的，在这修为恢复的时间里，他也听到了赵龙等人带来的外面的消息，知道了那光柱的事情已经引得长城与蛮荒的高度重视，同时更是知晓那处洞窟已经被很多人发现，甚至还有不少人已踏入进去寻找端倪。可惜至今还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传递回来。白小纯忐忑中又叹息起来。时间流逝，又过去了半个月，虽每天都有新的消息，但以白小纯千夫长的身份，他能了解到的不多，于是亲自去找了白灵打探，得知长城方面已陆续安排了不少人进去，虽有乱战，可也不断有消息传来，似乎哪里竟存在了数个地宫后，白小纯也心惊不已。看来我只是打开了一个地宫而已。白小纯安慰自己，眼看外面的动静似乎也都小了一些，他摸了摸自己的储物袋，目中露出火热。经历了这些事情，不就是要成为万夫长吗？现在就去。一想到成为万夫长后的尊高以及风光，白小纯就激动无比，赶紧起身走出兵营。赵龙等人看到白小纯后，连忙拜见，叫上所有的兄弟，我们去高塔处见证我白小纯成为万夫长。白小纯一挥手，豪情满怀，傲然开口。他话语一出，赵龙一愣，赶紧通知下去。很快的，白小纯手下的上千修士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纷纷到来。兄弟们，等我成为万夫长后，咱们吃的肉就更多了，喝的酒也更多。白小纯高呼一声，一晃飞出，直奔高塔。他身后上千修士一个个都听得激动，对于白小纯的话语，他们没有任何质疑。白小纯这里说今天可以成为万夫长，他们相信白小纯一定可以做到。此刻一个个急速飞出，簇拥着白小纯，一路强势霸道，直接飞向高塔。
上千修士化作千道长虹，立刻就引起了长城内修士的注意。可当看到带头者是白小纯后，不少人都神色戏谑。他们以前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，可如今已有些日子没看到白小纯出行了，没想到今天居然又看到，渐渐都收回目光，没有太去关注。很快的，白小纯一行人就飞到了高塔外，在这里也有不少修士，要么兑换物品，要么正在祭魂。当白小纯等人来临后，此地这些人只是看了看，都没有太过在意，依旧我行我素的做着自己的事情。白小纯没理会这些人，他站在高塔旁，深吸一口气，身体一跃而起，竟飞到了半空中，学着他当初看到一位天骄祭献冤魂的样子，在那高空中，他袖子一甩，立刻取出了一枚魂球，直接一把捏碎。在这魂球捏碎的刹那，轰的一声，上万冤魂从其内猛地扩散开来。这一幕立刻就引起了下方很多修士的注意。看到这上万魂，他们有些人目中露出羡慕，可更多的则是没有太过关注，一扫就收回目光。是白小纯。在那上万冤魂出现的刹那，高塔巨幕一闪，这些魂就猛地被吸入巨幕内，消失不见。白小纯心底得意，却依旧淡然的一拍储物肚，再次取出一个魂球，又一把捏碎。很快的，上万冤魂出现。当再次被巨幕收走后，下方的众人看到白小纯拿出了第三个魂球，渐渐有人神色惊奇。可就在白小纯要捏碎的刹那，突然的，远处有一道长虹呼啸而来，这长虹内充满了血光，更有惊人的煞气，似扩散四方。那是季风。季风千夫长在白小纯崛起之前，他可是最有可能凭着结丹修士成为万夫长的存在啊！不知他与白小纯到底谁可以第一个成为万夫长？在这众人轰然时，长虹消散，露出了一个穿着血色铠甲的身影，一位长发披肩的青年。此人正是季风。他一样站在半空中，与白小纯隔着巨幕，可以相互看到。季风目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，神色内毫不掩饰的带着一丝轻蔑。区区一个药师，就算是修为不俗，又有什么用处？我季风立下的战功无数，凭什么要拿此人与我去并列比较？他瞧不起白小纯，聚魂丹他更是不屑去用。在他看来，这白小纯分明只是一个药师而已，凭着一些小手段才混到了如今的地位，与自己比较根本就是微不足道。今日他原本不需要来祭魂，可看到白小纯出现后，他故意到来，就是要打压一下这白小纯，灭一灭他的气焰。白小纯也注意到了季风，他与对方不熟悉，若真说见面，这只是第二次而已。第一次是当年他刚刚到来长城时，也是在此地查看自己的战功都能兑换哪些物品。看到这季风正在祭魂，虽出手就是1万魂，可毕竟那个时候没有聚魂丹，能抓获1万魂，可见这季风不俗。我没得罪他吧？白小纯也看到了季风目中的轻蔑，他有些诧异，想了想后，若有所悟，眼睛一下子就瞪了过去。季风冷冷地看着白小纯，二人对望时，隐隐有竞争之意散出。这一幕被下方的修士看到后，顿时都来了兴致，纷纷凝望。他们两个对峙起来了。我还是看好季风千夫长，他的战功可都是尸山血海内杀出来的。白小纯千夫长难道就不是？不说聚魂丹的事情，就当年的那一战，他救出了多少人啊？在这下方众人争论甚至打赌时，季风冷笑，右手抬起时，袖子一甩，立刻从他的储物肚内直接就飞出了10万冤魂。这些冤魂虽都萎靡，可在飞出的刹那，立刻就被那巨幕猛地吸走，甚至这巨幕的光芒都明显璀璨了一些。10万魂，季风千夫长，不愧是我5大军团的天骄，他没有用聚魂丹，可出手就10万魂。扔出去10万魂后，季风冷冷地看了白小纯一眼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你不是有魂吗？那么我们就来斗一斗，谁记得魂多。白小纯看到这一幕，顿时就笑了。他正琢磨自己这么扔魂有些无聊，没想到这季风居然上来要比较。白小纯轻咳一声，他最喜欢这样去碾压对手了，于是右手抬起一挥，轻飘飘的就扔出了20个魂球。轰的一声，这20个魂球全部爆开，20万冤魂扩散四方，密密麻麻，看起来很是惊人。在出现的刹那，高塔巨幕散出璀璨明亮之芒，猛地一吸，就将这20万冤魂都吸了过来。眼看魂被吸走，白小纯用挑衅的眼神看着季风。季风面色阴沉，不屑的冷笑一声，右手抬起一挥之下，竟从他的储物袋内直接飞出了数十万的冤魂，甚至他一个储物袋都不止，又从怀里再次拿出了一个储物袋，打开后又有数十万冤魂飞出，都被巨幕吸走。这一幕立刻让四周的修士惊呼吸气不断。天啊，季风千夫长到底有多少冤魂？他是怎么抓住这些魂的？就在这些人吃惊时，白小纯有些不耐烦了，看向季风，直接开口：你到底有多少魂？说个数，不然这一个个储物袋的拿太麻烦。你说个数出来，我要拿不出来，就算我输了。这语气很是狂妄，四周立刻寂静，一个个都看向季风。狂妄自大，既然你要自求羞辱，季某成全你。季风冷哼，
右手抬起一挥，立刻一个个储物袋飞出，在他的面前竟出现了9个储物袋，这里面一共有冤魂270万。季风抬起头，淡淡开口，语气看似平静，可那藏在骨子里的冷傲，白小纯一眼就看了出来。几乎在这9个储物袋拿出的刹那，四周修士一听到季风的话语，顿时寂静。几个呼吸后，除了白小纯身后的那些手下外，此地其他人全部失声惊呼，神色呆愣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。270万！天啊！季风大人居然抓获了这么多魂，这些数量的魂堪比一次小规模的长城之战了。众人惊呼时，还有不少人立刻传音给好友，让他们尽快赶来。快来，季风大人，竟一次性祭献270万冤魂，此事前所未有，了不起啊！速来高塔！在这众人动容时，季风故作淡然地看着白小纯，轻笑一声，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我的魂不多，也就200多万。白小纯，你的呢？的确不多吗？才200多万魂而已，毛毛雨啦。白小纯看了眼那些储物袋，抬起下巴，他觉得自己就仿佛是绝世高手在与一个小孩子比斗，这种感觉让他很享受，于是嘿笑一声，右手抬起一挥，300个魂球直接飞出，没有结束，又有300，再来400，整整1000魂球，刹那间出现在了半空中，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目中。四周所有人在看到这1000个魂球后都愣了一下，季风那里也都吃了一惊，甚至有些不敢相信，整个高塔八方此刻都安静下来。远处一道道长虹也正疾驰而来，靠近后看到那1000个魂球，一个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1000！天啊，莫非这是1000万冤魂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每个魂球内都有1万冤魂吧？在这众人骇然时，季风也心下不安，他呼吸开始急促，看着那1000魂球，分辨不清里面到底有多少魂，不由得有些紧张，正要开口说些什么，白小纯那里看了看四周，又看了看季风，他忽然觉得这还不算碾压，以1000压200，没意思，来把大的。白小纯舔了舔嘴唇，这种出风头的事情，他每次经历时都特别兴奋，此刻重重的咳了一声，嘚瑟的右手猛地抡圆了一挥，顿时又飞出1000魂球，没有结束，1000，眨眼间，算上之前的，白小纯直接就扔出了1万魂球出来。这一刻，四周众人全部呼吸凝滞，一个个心神震动，全部呆住，死死地盯着那1万个魂球。他们脑海里有一个猜测，可这个猜测比之前1000魂球时还要不可思议，还要让人不敢相信，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都觉得这个猜测太过匪夷所思。不会吧，1万个？这基本上可以确定了，每一个魂球内应该封印的魂不多。在这众人心惊肉跳、惊疑不定时，季风也承受不住了，猛地大吼一声：“白小纯，别在那里装神弄鬼！我不信你每一个魂球内都封了1万魂，真是好笑！1万魂球，1万魂，还真以为你自己有上亿冤魂？”季风眼睛有些发红，他绝对不信白小纯这里真的有1亿魂。要知道，1000万魂就已经是堪比大规模的战争了，而上亿的魂若是释放出来，基本上就可以遮天盖地般轰动天地。你不信，那你就看着好了。白小纯闻言，下巴微扬，右手掐诀，向着那些魂球一指，散！轰轰轰！惊天动地的轰鸣巨响，在这一刹那滔天而起，1万魂球的崩溃，使得其内的魂骤然的扩散出来，眨眼间就覆盖了方圆万丈的区域，再次眨眼间，万丈区域暴增10倍，直接弥漫到了10万丈的范围。没有结束，吸气间已扩散到了100万丈。这当然是白小纯刻意弄出的，否则的话，若是挤压一些，倒也不会如此。可眼下100万丈的范围都超出了主城的范围，使得主城的天空一下子漆黑无比，被魂雾遮盖。这气势之强，惊天动地，让主城内5大军团所有修士全部都骇然无比。抬头时看着那魂雾，每个人都心神震撼无比。蛮荒杀来了，阵法破碎了不成？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无数人惊呼时，高塔四周的修士全部都颤抖，一个个脑海中惊涛骇浪，傻了一般，彻彻底底的目瞪口呆，仿佛忘记了一切。甚至这一幕太惊人了，就连5大军团的军主也都震动。白灵第一个飞出，骇异的看着天空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其他区域的军主也都一个个出现了，全部都抬头看着苍穹，每个人都脑海里掀起风暴。这是多少魂？一道道长虹冲天而起，直奔高塔而来。很快的，5大军团的修士几乎全部都争先恐后的到来，密密麻麻将高塔包围，都震撼的看去。乃至陈鹤天也都被惊动后从巨幕内走出，无法置信的看着这一切时，高塔巨幕内在这一刹那竟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刺目光芒。这光芒的强烈程度已到了极致，笼罩无尽范围，甚至给人一种狂喜的情绪，似乎这巨幕有灵，此刻也都激动到要发狂。猛地一吸，那吸力之大，让苍穹色变，风云倒卷，
一个与雾气扩散范围相差无几的惊天漩涡蓦然出现，在那吸力下，这惊天动地的魂海瞬间收缩，被不断的吸收，直至吸收了足有半个时辰，这无边魂海才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而那高塔巨木此刻爆发出强烈的光芒，这光芒笼罩在白小纯身上，似乎对白小纯这里的满意程度已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。而白小纯的战功也在这一刻猛然暴增。随着魂潮的消失，半空中白小纯站在那里，微微抬起下巴，神色看似淡然，可心中早就激动得快要乐开花了。可他不断地告诉自己，这个时候自己一定要表现出淡定。此刻四周的修士一个个都很是木然，看向白小纯时，如看神人，又好似看到了可怕的怪物一般。季风颤抖，他已经被白小纯这里的出手直接轰杀成为了渣一样，此刻面色惨白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目中露出茫然，脑海早就空白一片。他这一辈子怕是都忘记不了这一幕。四周有人看向季风时，都露出同情。要知道，这种轰杀实在是太狠了，这是拿出1亿魂去灭200万，眼看自己被万众瞩目。不但白灵等人如此，就连三眼天人也是这般。白小纯得意到了极致，他重重的咳了一声：“大家都散一散啊，接下来我要拿个更大的。”他话语一出，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那高塔巨木如有灵一样，猛地就爆发出比之前还要强烈的滔天之光，似乎激动到了无法言喻的程度，甚至好像是在讨好白小纯一样。随着光芒的散出，形成了一股惊人的威压与推动力，轰的一声，就直接将四周的修士猛地推开，哪怕是白灵等人也都无法抵抗，刹那就被推出很远。唯独陈鹤天可以站在那里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。他还从来没看到过这巨木内的真灵如此的举动，似乎此刻要是白小纯一声令下，这巨木内的真灵都会去听从一般。陈鹤天额头有些冒汗。就在这时，白小纯猛地一拍储物袋，瞬间一枚枚魂球骤然飞出，1000、3000、5000，眨眼间就又是1万。吸气声刚出现，可白小纯的魂球数量还在飞出，15000、2万、3万、4万，整个主城内所有修士全部轰动到了极致，每个人的脑海都嗡鸣滔天。尤其是看到那魂球到了6万后，无数人骇然的惊呼声仿佛天雷一般轰鸣八方。不可能，这白小纯莫非打劫了冥河？这么多魂，天啊，这些还是魂吗？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啊！白灵等人也早就傻眼了，此刻目中也都茫然。陈鹤天也都呆在那里，看着白小纯在那里得意的扔出魂球，一时竟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修士激动，可最激动却是那高塔巨木。这巨木此刻连续闪动，甚至更为清晰地透出了一股狂喜的意识，似乎在颤抖一般，闪动更为频繁，甚至都嗡嗡地哆嗦起来。当白小纯的魂球达到了8万时，这巨木的激动甚至影响了长城的阵法，使得在没有人进攻下，整个长城的阵法光幕都扭曲起来。这一幕足以撼动了所有人此刻的心神，甚至就连蛮荒方面观察到了阵法光幕的扭曲，可却不知为何如此，一个个都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动容。红尘女也是费解，迟疑之后，神识立刻散开，轰的一声，其神识直奔长城而来，要去看看究竟。也就是在这时，白小纯将9万魂球全部都拿出，这一刻，巨木内首次的传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，这叫声里带着疯狂，带着激动，影响了天地，扭曲了虚无。而红尘女刚一靠近，还没等看出太多，就在那巨木的尖叫下，如被天雷轰击，她的神识刹那间竟直接崩溃。蛮荒里，大帐中，红尘女猛地睁开眼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失声惊呼：“不可能！那巨木内的真灵因与天尊有约，守护长城可以理解，但怎么可能会为通天势力不惜发出真灵之音，也要将我重创，逼我离开？”在红尘女神识被撕裂的同时，陈鹤天有所察觉，看向蛮荒的方向后，又低头望着巨木，神色内一样露出惊愕。他自然也看到了方才那一瞬，这巨木内的真灵竟传出了真灵之音。所谓真灵之音，是真灵在遇到了危机时发出的本命之音，每一次发出都会对自身形成损耗。可同样的，其威力之大，就算是天人，若被其全力以赴不惜代价，也都无法全身而退。方才那一声真灵之音，虽不是全力，可在崩溃红尘女神识的同时，对于这巨木内真灵而言，也是一次不小的消耗。要知道，这真灵高塔虽与星空道集宗有关联，可其真正的来历，只有如陈鹤天这样的少部分之人才深刻的明白。此真灵是通天海上通天岛之物。通天岛，那对于通天河4大脉的源头宗门而言，如同至尊一般，仿佛王臣与皇帝之间4大源头宗门就是一方王侯，而通天岛则是皇宫。至于那通天岛上的天尊，自然就是通天一脉的主宰。可眼下，这与通天岛有约定，镇守此方长城的真灵竟做到了如此。这一幕让陈鹤天不由得看向四周那9万多魂球，又看向白小纯，目光微闪。这是护石啊！那红尘女倒霉，
恰逢这个时候神识来探查，而这个白小纯又是如何弄到的这么多冤魂？此子身上秘密不少呀。对于白小纯，陈鹤天这些年暗中注意多时，无论是聚魂丹还是炸炉，都让他很是留意，甚至暗中已让宗门的人去破解聚魂丹。此事他做得很谨慎，毕竟调查五大军团的人本身就很敏感。在陈鹤天这里若有所思时，白小纯那边得意洋洋的袖子猛地一甩：“给我开！”白小纯大吼一声，随着他声音出现，立刻那9万魂球全部震动，经陆续的碎裂开来。随着碎裂，魂雾瞬间就滔天而起，刹那覆盖八方，弥漫了整个主城后，还在向着八方扩散开来。万丈、10万丈、100万丈、1000万丈，眨眼间，这片魂雾仿佛要撕开天地，在这扩散下已无边无际。这一幕不但让长城中的五大军团修士骇然，甚至就连界城的方向也都注意到了，其内修士纷纷神色巨变。即便是在蛮荒内，那些蛮荒的土著与魂修，在看到这一幕后，也都一个个瞠目结舌。怎么回事？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在这魂雾滔天、撼动四方的同时，那高塔巨幕急速的闪耀，仿佛激动的颤抖，爆发出了超越之前的强烈光芒。这光芒扩散四周，可似乎那巨幕内的真灵觉得吸收的速度太慢，着急之下，竟从这巨幕内直接飞出。巨幕的光芒如收缩般凝聚成了一个光点，那光点直接飞出巨幕，在半空中化作了一只蝙蝠。这蝙蝠全身半透明，目中露出红芒，在飞出后，仰天一吼，顿时在苍穹上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幻之影。此影也是蝙蝠，身体之大，似要遮盖苍穹。在出现后，他张开口猛地一吸，顿时天地似乎在摇晃，这四周无穷的魂雾竟不断的翻滚下，如同潮水一般，直奔这巨大的蝙蝠而来。这一幕幕让五大军团修士颤抖，骇然无比。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巨幕内居然有一只蝙蝠。白灵等五大军主，他们虽知道这蝙蝠的存在，可却从来没亲眼看到过。此刻在看到后，一样心惊，倒吸口气。天地扭曲，随着无穷的魂雾被那巨大的蝙蝠吸收，过去了约莫1个时辰，这雾气最终全部消散，被那蝙蝠彻底吸走后，这巨大的蝙蝠虚影心满意足，低头冷眼看向八方，目光扫过，无视几乎所有人，唯独在看向白小纯时，这蝙蝠的目中露出赞赏，因这赞赏，从而转化成了一丝亲切。随后一晃消失，重新化作光点，回归巨幕内。白小纯也傻眼了，他呆呆地看着那蝙蝠吸走魂雾的一幕幕，他也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祭魂而已，居然引出了这么大的变化。此刻他心脏砰砰加速跳动，四周很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先看向巨幕，而后都落在了白小纯身上。白小纯眨了眨眼，眼珠快速转动，正琢磨如何开口解释一下时，猛然间储物袋内他的身份令牌传来前所未有的震动，吓了白小纯一跳。他赶紧取出令牌，临时扫过后，他猛地睁大了眼，失声惊呼：这么多！他的身份令牌内，此刻战功正在疯狂的攀升，没过多久就攀升到了足够白小纯换取1个万夫长的程度，可竟没有停止，还在增加。渐渐的，甚至换2个万夫长的战功都满足了后，这才慢慢停下。看着那些战功，白小纯眼珠子都要鼓出来，他心脏的跳动再次加速。他虽不知道自己那些魂具体能换多少战功，可粗略的估算过，应该是勉强可以达到1个万夫长的要求。可眼下竟然多出了1倍，显然这是那巨幕真灵太满意了，故意的多给了不少。看着自己的战功，白小纯激动了，他此刻也顾不得去解释，立刻手持令牌，振奋的大声开口：我要晋升成为万夫长！白小纯话语一出，四周所有修士全部心神一震。他说什么？万夫长？白小纯要晋升成为万夫长，此事太过轰动，无论是之前滔天的魂雾、巨幕的变化，还有他提出的晋升要求，这一切，天哪！这白小纯必定会成为一个传奇，凭着祭魂祭出1个万夫长。四周种种声音议论哗然。与此同时，几乎就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瞬间，他令牌内的战功骤然减少，也就是眨眼的功夫就少了1半。几乎同时，他手中的令牌也爆发出刺目的光芒，其内的记录中，白小纯的身份已经从1000夫长直接替换成了万夫长。只不过在这个万夫长的前面，还有1个准字。毕竟万夫长这个身份太过重要，对于五大军团而言，已是修士可以达到的巅峰。任何1个万夫长都需要五大君主以及天人老祖共同确定无碍后，传递给巨幕内真灵，才会进一步传递给五大军团所有人以及上报星空道极宗。尤其是如今的五大军团已没有了额外的万夫长的空位，所以一旦确定后，还需送走1人才可。这一切都很繁琐，需要按照流程去走。眼下随着白小纯话语回荡，随着四周众人传出哗然惊呼，陈鹤天与白灵等人纷纷头痛。你们说说，此事该怎么办？陈鹤天叹了口气，向着白灵等人传音。可这几个君主此刻都不知如何开口，
今天的这一幕，他们也都觉得算是开了眼界。若白小纯是用其他方式晋升万夫长，他们不会考虑太多。可眼下以这种方式直接晋升，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甚至就算是将白小纯野心撕开的白灵，也都没想到白小纯居然这么快，真的就成为了万夫长。要知道，长城从建立以来，白小纯还是第一个以这种祭魂的方式，一次性的就生生的将自己顶到了万夫长的位置上。这个，我觉得白小纯这里也是凭着自己的本事，应该可以吧？眼看其他人都沉默，白灵硬着头皮开口：“岂能如此儿戏？”陈鹤天传音怒道，心底却发愁，万夫长的身份太过重要了，可偏偏对于白小纯万夫长的身份，他无法不承认，可承认的话又太过荒诞。正琢磨着如何两全其美时，白小纯这里有些不耐烦了。他不知道万夫长还需要陈鹤天等人商议才能确定，可他看着自己身份令牌上的那个准字，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。蝙蝠前辈，你这么做不厚道啊！我给你击出了那么多魂啊，那么多，足有10亿，你居然给我一个准万夫长！白小纯不干了，抬头看着那高塔巨幕，大声开口：“你这样做，让我以后还怎么对你祭魂？让其他道友们以后又怎么祭魂？”白小纯很生气，他话语传出时，那巨幕陡的一闪，似露出沉思，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。突然的，还没等陈鹤天等人商议出一个结果，直接的，长城内5大军团所有修士的身份令牌上，直接就浮现出了白小纯的晋升消息。白小纯晋升万夫长，这消息直接传遍所有人的同时，更被这巨幕真灵直接略过了陈鹤天等人的确认，将此事传回了星空道极宗。万夫长！这一刻，星空道极宗内太多的人因为这个消息，先是愕然，而后大为吃惊。张大胖已成功结成念丹，被降魔堂堂主亲自收为弟子。正在修行时，他师尊踏入进来，说出了这个消息后，张大胖立刻与有荣焉。小纯好样的！在这星空道极宗内，很多修士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，长城内5大军团立刻轰动。他们之前只是听到白小纯的要求，可毕竟这并非真正确认。但眼下，随着他们都收到了通告后，所有人都明白，白小纯已真正晋升，成为了万夫长。白小纯激动无比，开心极了。他仔细地看着自己的身份令牌，看着里面自己万夫长这个身份的前面那个准字已消失，白小纯得意地大笑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白小纯就是万夫长了。陈鹤天一愣，白灵等人也都呆了一下，相互看了看后，白灵等人神色古怪的沉默不语。陈鹤天苦笑地抬头看了看巨幕内的真灵，他明白这是那真灵对白小纯的回馈，毕竟那么多的冤魂，对于真灵而言将是前所未有的大补。此刻心底一叹，索性不再去发愁，而是顺其自然。白灵，白小纯既是你包皮军的，你安排一位万夫长退役好了。陈鹤天摇头，转身离去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7天。有关白小纯祭魂引动惊天变化，而后又晋升万夫长的事情，哪怕过去了7天，也依旧持续的成为整个长城内被谈论最多的话题。无数的修士在那羡慕与渴望中，也都有了期望。白小纯的事情，仿佛一个励志的故事，让所有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想象与期待。而白小纯这里也已然声名赫赫，虽不说长城内3大城池中无人不知，可所有的高层却都如雷贯耳。同时，在这7天里，白小纯所在的第3军的万夫长那位老者，也在白灵与其商议后，选择了离开，回归星空道极宗。对于此事，这曾经的第3军万夫长不但没有沮丧，反而对白小纯这里很是感激。他在这长城已经太久了，一旦回到宗门，不但可以成为铁血堂的长老，更是凭着战功，能于宗门内享受到惊人的待遇。对于能离开，他虽多少有些不舍，可对他而言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尤其是身为万夫长，原本就很难轻易离开。借助这个机会，他能回到宗门，此事不知让其他万夫长如何羡慕了。临走时，这老者还找到白小纯，感谢后长谈一番，将自己在第3军的亲信都托付给了白小纯。白小纯很是动容，知道这是对方真心实意，感动之余也再三保证自己绝不会亏待对方的亲信。随着老者的离去，数日后，白小纯的任命下来，他被任命为包皮第3军万夫长。任命下来的这一天，白小纯精神抖擞，整个人如一只骄傲的小公鸡一样，穿着万夫长才可以穿戴的虎甲，全身上下看起来金光闪闪。尤其是在那铠甲阵法开启后，他整个人如模糊了一些，四周扭曲的同时，一股惊人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发出来。随着长发的飞舞，随着面孔从模糊逐渐的重新清晰后，白小纯独自在居所内拿出铜镜，不断的打量铜镜内的自己。小魔镜，你说我这一套衣服穿在身上怎么样？白小纯自我陶醉了半天，笑呵呵的开口问道。立刻铜镜内就浮现出假业藏的魂，他藏住心底的长叹，可表面却露出惊容，如傻了一样看着白小纯，似乎是被白小纯的装扮所震撼。这一幕看得白小纯心花怒放，暗中得意，也就没打断假业藏的表演。
好半晌，贾叶藏似乎被惊醒，这才极为夸张的惊呼出声：“天哪！您真的是那伟岸高大、英俊潇洒、绝世天骄般的白小纯？不可能！我心目中那超越太阳般瞩目的白小纯大人，他之前分明还是千夫长啊！少拍马屁！我白小纯是那种喜欢听人吹捧的吗？我问你，这套衣服我穿的合不合身？”白小纯刻意板着脸，可笑意却抑制不住。贾叶藏心底给了白小纯1万个白眼。他知道，若是自己真的按照白小纯的话语，不去继续拍马屁的话，那么这白小纯一定会收拾自己。你不喜欢听人吹捧，这世界上就没人喜欢了。贾叶藏心底呸呸，鄙视一番，赶紧开口，又是一顿阿谀谄媚，直接奉承了足有1炷香的时间，他才回到了白小纯的问题上。这套衣服完全就是为您准备的呀，实在太合身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，这衣服之所以看起来霸气，原因不在衣服本身，而是因为您。贾叶藏换着法儿，不断的溜须拍马，听得白小纯心底早就乐开了花，觉得这贾叶藏真会说话，于是干咳一声，扔给了贾叶藏一些丹药，这才收起了铜镜，神色肃然的走出了居所。在他房间外，第3军上万修士全部站在那里。白小纯出来后，赵龙走出一步，大吼一声：“大人到，拜见万夫长！”赵龙话语一出，立刻四周上万修士齐齐抱拳申拜，声音传出，如同天雷一般，滚滚回荡。看着眼前万人，白小纯心中也有感慨，回忆自己在这长城内，从一开始的自己一个人，直至10夫长、100夫长、1000夫长，到了如今，已走到了巅峰，成为了万夫长。这一路走来，他很是唏嘘感慨，觉得自己为了成为万夫长，付出了太多太多。走，陪我出去溜达溜达。白小纯感慨之时，一挥手，立刻他之前手下的1000人作为亲卫，立刻走出，在白小纯四周排列，将他严密的保护在内后，他麾下的那10个千夫长也都赶紧上前，簇拥着白小纯，一个个小心翼翼。同时，随着众人飞出，顿时那上万修士四散开来，直接清场，一切人等不得靠近一定范围之内。这种威风让白小纯心中激荡，他的感想不由更多，觉得自己这么努力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于是速度也缓慢下来，与身边几个千夫长笑谈一番。在那些千夫长谨慎的对答下，白小纯志得意满。随着出行，整个主城不少人都看到，尤其是里面有很多是当年看过白小纯千夫长出行的，如今又看到了万夫长出行。有关白小纯晋升成为包皮第3军万夫长的事情，也强烈的刺激到了蛮荒势力。自从当年那场大战之后，关于白小纯的一切消息早已成为了蛮荒方面的重点情报。毕竟白小纯的存在，无论是炸炉还是聚魂丹，都对蛮荒极为不利。当这个消息被传入红尘女所在的大帐时，盘膝坐在哪里的红尘女，她一把捏碎了手中的情报玉简。这么说，当天的事情就是这白小纯祭出了足够的魂，换来了晋升万夫长的战功了。红尘女慢慢开口，目光扫过前方，半跪在那里的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炼魂师，从其身上散出的波动可以看出此人修为原因。根据案子回复，的确是这样。准确的说，这白小纯祭出的魂多达10亿。这炼魂师自己说到最后2个字时，也都带着不可思议与无法置信。10亿！红尘女目中露出冰冷，沉吟片刻后一挥手，通告下去，将这白小纯排在必杀榜第5位，追加悬赏为2份天兽魂，悬赏此人的性命。遵大人命！那炼魂师立刻肃然点头，告退下去。很快的，有关白小纯在蛮荒的必杀榜上被提升到了第5位，且蛮荒以2份天兽魂作为悬赏的事情就传遍长城内外。白小纯得知后也很是吃了一惊，太狠了！白小纯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他觉得蛮荒那边想要杀自己的想法实在太坚定了，居然悬赏出了2份天兽魂。这么下去，会不会有一天悬赏1份天人魂？白小纯忍不住认真的考虑了一下后，被自己这个想法吓到了，赶紧摇头，将这个念头赶出脑海，打定主意，自己这辈子绝不再走出长城半步了。哼哼，只要我不离开主城，且每次外出都带着上万人，我就不信了，那些蛮荒的人如何杀我？至于这长城内或许有对方的案子，可这里毕竟是长城。白小纯想到这里，略微放心不少，可还是觉得有些不保险。不行啊，还是我修为太弱了，眼下已是金丹大圆满，想要突破，要有金木水火土5份天兽魂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他虽还剩下不少战功，可天兽魂这种资源很难换到，即便是拿出天人魂去宗门换取，也需回到了宗门后才会安全。若是在这里，危机太多，修为没办法提升，可我还有不死长生功。白小纯想到这里，立刻拿出玉简传令赵龙，给他列下了一个单子，让赵龙去准备。到了万夫长后，白小纯已享受不少特权，他不但可以发布一些简单的任务，甚至还可以去索要物资。不过以白小纯现在的战功，他也不愿去占小便宜，直接划给赵龙不少战功，让他去购买兑换。不多时，
白小纯所需的天才地宝立刻就被赵龙换了回来，宣布自己要闭关后，白小纯开始修行自己的不死长生功。这一次，我要一鼓作气，将这不死长生功的第3卷修炼到大成圆满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拿出一块地灵根，直接扔到了口中，咬碎后，那地灵根化作生机，扩散全身时，白小纯双目闭合，不死长生功运转开来。随着运转，那些生机立刻被抽走，形成了一丝丝热流，融入白小纯的头部，在那里慢慢凝聚出一条条细微的不死筋。这种事情容不得分心，且也无法加快，只能慢慢去进行。好在白小纯的战功太多，换来的天才地宝不少，在这不断的啃食下，渐渐的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1年。1年的时间，白小纯静下心修行，不再外出，使得长城内对于他1年前祭魂的事情，也都慢慢在谈论上淡了下来。直至又过去了半年，当外面对于他这里的议论更淡时，这一天，白小纯在闭关的密室内，双眼蓦然睁开，他的目中在开合的瞬间，有仿佛闪电之光一瞬而过。他的呼吸沉稳平缓，此刻睁开双眼时，双手掐诀向着两边猛地一甩，顿他四周摆放着所有的天才地宝，纷纷轰的一声成为粉碎。在粉碎的瞬间，这些天才地宝的碎末竟被凝聚在一起，随着白小纯张开口，竟如鲸吞水一般，居然全部吸来。无穷的生机在白小纯体内轰然爆发，这些生机还没等扩散，立刻就被白小纯抽走，融入到了他的头部。在那里，他的不死经已完成了90%之多，如今只差一丝，而这一丝仿佛是一扇紧闭的门，需要他以惊人的生机之力去强行轰开。就在白小纯这里全身心沉浸在冲击不死长生功第3卷的大成圆满时，在这长城外，如今晌午时分，阳光不烈，反倒透出惨淡，洒落天地。远处苍穹中，隐隐可见一道黑色的光柱，这光柱早已被长城上的5大军团修士习惯了。自从1年多前出现后，已陆续派出了不少人过去探查，消息也传回了不少，可惜始终都没有太过重要的线索，只是知道那里是一处多个地宫的群建，很是磅礴，存在了不少惊人的兽骨。可惜除此之外，就再没什么了。虽如此，可无论是蛮荒还是长城方面都没有放弃，经常会派人再去查探，试图找到一些新的线索。也正是因此，星空道极宗也下了命令，通告之前来到这里的星空道极榜上的天骄，安排他们至少要有一次对此地的探查。于是，当年的那些到来此地的天骄们，虽四散开来，可无论彼此在什么地方，做着什么事情，也都必须要去一趟那里。所以，这1年半的时间中，有不少人需通过长城进出。而在这长城上，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，一切森严，需经过层层审查后才可。至于白小纯这里，因晋升万夫长，星空道极宗内能对他发号施令的，只有铁血堂了。而一向护短的铁血堂，自然不会去让白小纯做这种小事。此刻，在这长城外，有3个修士，皆是乔装打扮，看起来如魂修一般，正呼啸而来。这3人2男1女，那女子看起来很是秀美。至于2个男子，一人是中年，修为结丹中期的样子，神色有些憔悴。另一人则是青年，很是精壮，挺拔的腰杆，还有那一身浓郁的煞气，使得他这里似乎生人勿近，更有一股气势，让人在他面前会不由得信任与服从。尤其是此人的双眼，更是带着深邃，仿佛藏着冰寒，如同一把随时可以出鞘的利剑，让人明显能感受到此人的不好招惹。还有在他的身上存在了不少的疤痕，这些疤痕不但无损他的气质，反倒让他这里多出了一副足以吸引女性的雄强之姿。若是白小纯在这里，一眼就可认出，此人正是宋缺。终于回来了！眼看长城在目，3人脚步放缓，宋缺身边的那位容颜娇媚的女子似松了一口长气。没想到这一走就是3年，要不是宋兄弟，怕是我们都要葬身在蛮荒了。随着女子开口，那中年修士也是情绪波动。这3年内发生的事情，让他这一生都难忘。他们这一行人走的时候有10多个，可在第1个任务里就都被困在了一处绝地中，无法传递消息出去，也难以获得外界的任何线索。在那里，竟也困着不少土著与魂修，彼此似乎都无法出去。他们的进入开始还没什么，可很快因矛盾的激化，彼此厮杀起来。如今归来，那种劫后余生、大难不死的感觉，让他心中浮现无尽感慨。看了眼身边的宋缺，他目中露出感激与尊敬。在那绝地里，是宋缺凭着他个人的实力与魅力，左手压制，右手劝说，软硬兼施之下，临时统一了绝地内的土著与魂修，凭着众人之力，终于找到了出路，这才轰开逃出。是啊，宋大哥，以你这次的收获，此番必定可以一飞冲天，甚至成为星空道极榜前10都有极大可能。其实我觉得宋大哥这里，凭你的战力，哪怕是现在，也都足以与前10一战了。那女子看向宋缺时，满眼都是倾慕。宋缺淡淡一笑，没有去谦虚，就算是他自己，也都认为自己这一次在蛮荒的3年，用脱胎换骨来形容，
也都毫不夸张。他的修为直接从离开时的接近结丹中期，突破到了如今的结丹后期，甚至战力爆发之下，展开血系宗的秘法。他甚至斩杀了一位结丹大圆满的魂修，这种战绩足以让他自傲。他可以想象，当自己回到了长城内，回到了界城时，在那里，他将成为这一届天骄中的惊艳绝伦之辈。其他人就算再有机缘，也都不如我这里。宋缺看了眼自己的储物袋，内心很是自傲。3年的时间，他在这蛮荒里完成的可不是3个任务，而是7个任务。这些任务都是在那绝地内完成，且他还亲自统一了绝地内的众修，给自己在蛮荒中留下了不少的人脉关系。且收获的冤魂里虽没有天兽魂，可却得到了300多个元婴魂。要知道，那些元婴魂的价值极高，任何一个都可以卖出不菲的价钱。最重要的，他暗中已掌握了一个天兽魂的线索，此事只有他知道，身边的2个同伴都不知晓。而他给自己的安排是前5年的时间全力完成任务，提高修为的同时熟悉蛮荒。至于后5年，他要冲击大圆满，更要去寻找天兽魂。以我的战绩，以我的任务量，能超越我的凤毛麟角。至于那白小纯，哼，当年我走的时候，听说他被困在了长城中，只是一个药师而已。宋缺冷笑，他觉得自己这一次真的已经成功的做到了，压白小纯至少10头以上，甚至他回来的路上都想好了怎么去收拾那白小纯。他一定要将对方狠狠地踩在脚下，让白小纯跪地求饶。敢自称是我姑父，这一次我要让你叫爷爷。宋缺心中发狠，一想到白小纯凄惨的样子，他就浑身舒爽到极点。至于长城内白小纯的消息，他根本就丝毫都不知晓。毕竟那3年的被困，使得他与世隔绝，外出后又急速回归，还不知道长城内的变化。在宋缺这里内心傲然时，他们终于到了长城，看到了那覆盖千丈的阵法光幕。在那光幕外，还没等进入，立刻就有一道道冷厉的杀机瞬间从长城上降临，将3人锁定。更有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那长城上传出，回荡四方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宋缺面色一变，收起内心的傲然，脚步猛地停顿下来。他哪怕在外如何觉得自己无与伦比，可在长城这里也都不敢造次丝毫。毕竟长城上的5大军团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。他身后那一男一女也都面色苍白，赶紧停下。大人，在下宋缺，这2位是我的同门好友，我们3人外出执行完任务，想要回长城内。宋缺恭敬的抱拳，沉声开口。城墙上之前说话之人正是赵龙。这段时间负责长城上执勤的是包皮旗下的第3军，他身为白小纯的亲卫，白小纯闭关之时，很多事情他与其他10个千夫长负责。此刻赵龙目光扫过城下，在宋缺3人身上扫过后，目光的冰冷融化了一些。他知道白小纯的来历，明白这3人军长大人或许认识，于是一挥手，立刻身边有修士飞出，直奔3人而去。到了3人近前，要走了身份令牌以及通关长城的玉简后，归来送到了赵龙的面前。赵龙拿着看了一眼，以特殊手法查看，确定3人的身份令牌没有问题后，又看向通关玉简。此物是每一个外出的修士都需拥有的，进出长城时由执勤的军团烙印，归来时若是其他军团执勤，则需送至出城时的印记所在军团复查才可。扫了眼通关玉简后，赵龙立刻看出其内的印记竟也是包皮军第3军的，只不过那印记是前任万夫长时使用，按照5大军团的规定，新的万夫长上任后，军团印记要有所改变，以防万一。令牌正确，可我要提醒你3人，你们的令牌已被阵法锁定，一会你3人自行走来，踏入阵法，一旦你们身份不对，冒名顶替，或者是被夺舍，总之一切异常，阵法会瞬间将尔等形神俱灭。赵龙抬头缓缓开口。宋缺3人闻言心惊，相互看了看都点了点头后，这才向前走去。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回来，若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此刻长城上不知多少杀机锁定3人。很快的，他们就走入到了阵法光幕中，在进入的瞬间，这阵法光幕浮现出阵阵涟漪，似在检查他们的一切。半晌后，涟漪消散，3人已走入光幕内，出现在了长城下。宋缺松了口气，抬头看着我长城，看着城墙上的那一个个身影，他心中也萌生了一股冲动，觉得加入5大军团或许也是自己的一个选择。且以自己这一次外出的历练，必定可以惊艳绝伦，进入5大军团想来也不是那么难。眼看3人无碍，赵龙微微一笑，直接放行。很快的，3人就通过了侧门，进入到了长城内，看到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赵龙。3位道友，之前是必要的检查，还望3位莫要介意。赵龙微微一笑，抱拳开口，目光落在宋缺身上，他之前就看出此人不俗，有心拉拢。宋缺闻言一笑，看出了赵龙对自己的重视，他内心很是舒坦，一样抱拳笑谈起来。他知道对方绝非寻常士兵，一样有心结交，很快的就都说了自己的名字。宋兄，可有兴趣加入我包皮军？彼此略微熟悉后，赵龙笑着开口。这个
宋缺心底更舒服，可表面上却迟疑了一下。无妨，此事宋兄也不必立刻答复，等你考虑好了再告诉赵某就是。不过眼下你们3位的通关印记还需替换一下。你们的通关玉简内有我第3军当年印记，不过包皮旗下第3军已换万夫长，所以你们要给我走一趟，去我第3军驻地，把你们的通关玉简内的印记替换一下。赵龙神色温和，他觉得宋缺是个人才，有心为白小纯那里收集，笑着开口：“换了万夫长。”宋缺闻言一怔，他身后那一男一女也都吃惊。他们对长城虽不是很了解，可也明白万夫长那个程度的人物，任何一个都是高高在上，尊贵无比。宋缺不敢造次，他敢和赵龙笑谈，可若是在万夫长面前，他可不敢有丝毫冒犯。他知道这守护长城的5大军团修士大都很可怕，尤其是万夫长，任何一个可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。他这里就算再天骄，怕是在万夫长眼中也都如蝼蚁一般。想到这里，宋缺心底轻叹，更有向往。不知我宋缺这一生能否有机会走上万夫长这样的巅峰之位？宋缺内心向往时，也收起了气馁，暗中给自己鼓励，告诉自己，他宋缺此番归来，虽距离万夫长天地之差，可在同辈中必定轰动。他甚至很期待遇到白小纯，想着自己遇到白小纯后，一定要上去一脚将他踩在脚下，让白小纯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骄。想到这里，宋缺心头长草了一样，他太期待离开这里后去寻找白小纯了。他发誓，这一次一定要让那白小纯知道自己的厉害。于是赶紧点头，与身边2个同伴随着赵龙去了第3军的驻扎地。一路上，宋缺有心问询，迟疑之后，他示意身边的那个女子开口。这女子与宋缺配合许久，知道宋缺的心意，问起了关于万夫长的事情。你们不知道，那赵某就不多说了，说不定我家大人还认识你们。赵龙笑了笑，结束了这个话题后，带着一路费解、彼此都狐疑的宋缺3人回到了驻扎地。在宋缺3人替换印记时，白小纯的修炼也到了关键时刻。密室内，他4周的所有天才地宝化作磅礴升起，融入白小纯体内后，白小纯目中露出果断，咬牙之下，顿时那些生机在他的全身经脉内疯狂的凝聚翻滚起来，如同海浪，一波星号动之下，渐渐成为了滔天怒浪。更是在那百川纳海的局面中，从他全身多处经脉内涌现而来的怒浪，最终在他的天灵处仿若汇聚，成为了一条惊天水龙，向着他最后一处经脉直接一头冲击过去。轰轰轰！巨响之声，外人听不到，可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却是足以撼动天地。在那轰鸣下，白小纯全身猛地一震，呼吸顿住时，他的耳边似乎听到了阵阵的咔咔之声。他头部经脉内那仿佛一扇门的存在，在体内生机如此疯狂的撞击下，直接就碎裂开来。白小纯低吼一声，双手掐诀时再次一挥，立刻更多的天才地宝飞出，再次被他一口气吸来后，又一次发起了撞击。这一次更为惊人，轰鸣中，白小纯脑海的最后一处经脉的堵塞，直接就4分5裂，蓦然崩溃。随着崩溃，经脉大通，生机流转全身时，白小纯身体一震，他立刻就感受到，在这全身经脉畅通无阻中，有一股似乎来自躯体本身的封印凝聚在自己的体内，如一座大山压着，让他很不舒服。这压制原本就在，只不过他之前感受不到，可眼下随着全身通透，这压制就清晰起来。这种感觉他不陌生，当年不死皮、不死金刚时他都体会过。人体第3层桎梏，白小纯呼吸略有急促，他明白这个感觉代表自己触摸到了第3层桎梏，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去突破这桎梏。白小纯深吸口气，收回在经脉内四散的生机，顿时他的身体就爆发出了黑芒。那黑芒覆盖全身时，一股强悍的肉身之力在他的身体上猛地迸发出来，越来越强，甚至白小纯握拳时都可以听到似乎捏爆虚无的砰砰声。更为惊人的是他的速度，白小纯目光闪动，袖子一甩，开启密室后向前一步走出。这一步落下，他身体消失了，不是瞬移，而是以一种极致的速度走出了密室，走出了居所，来到了半空中。他站在第3军驻扎地的半空，看着面前缓慢扇动翅膀、慢慢移动的一只飞鸟，他愣了，又看向整个天地，最终发现这4周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变得极为缓慢，唯独他一切正常。这种错觉让白小纯心神震动，他立刻就感受到此刻的自己单纯的肉身速度虽还不如瞬移，可却也相差不了多远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诡异的变化。原来快到了极致就是慢吗？白小纯喃喃低语时，随着他站稳，4周的一切刹那恢复，所有的景象身影都眨眼间如常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宋缺3人在赵龙的带领下进入到了驻地的大门。在那里，他们几人抬头时，看到了远处半空中站在那里的一个身体修长，可却散发出惊人的气势，如神魔般的身影。在宋缺3人看到半空中那如神魔般的修长身影时，
白小纯站在第三军驻地的苍穹上，低头时也看到了宋缺。二人目光在这一瞬凝聚在了一起。宋缺睁大了眼，呆了一下，呼吸顿了顿，赶紧低头，在心底告诉自己，一定是自己看错了。他身体颤抖，不断的去告诉自己，一定是自己最近老是在想着要压过白小纯，所以出现了错觉。一定是这样。宋缺身体轻微抖动，强抑着呼吸。可就在他试图欺骗自己时，白小纯的声音热情的传来：“缺儿！”白小纯惊喜，立刻他的精神猛地就抖擞起来，仿佛一直要去战斗的小公鸡一样。他的双目露出强烈的光芒，甚至看去时可以看到，仿佛在白小纯的双眼里透出火热之光。在白小纯声音传出的瞬间，宋缺听到了“缺儿”二字，他脑海轰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，所有的自我欺骗在这一刻四分五裂，崩溃爆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，唯独半空中的身影存在他整个天地。他努力控制着的身体的颤抖，但却显得有些僵硬不自然，面色更是急速变换，整个人傻站在那儿，如有无数天雷直接轰在了身上，噼里啪啦的，让他觉得天旋地转。白小纯大笑起来，落到地面，向着宋缺三人迈着大步走来。在白小纯向前走去时，这驻地内的第三军修士也都察觉到了万夫长的出关，立刻一道道长红猛地从四周飞出。首先出现的是在这附近的白小纯的亲卫，当手之人正是刘丽，他英姿飒爽，与数十个亲卫刹那而来，出现在白小纯四周后，目中带着尊崇，纷纷抱拳拜见：“恭喜大人出关！”在宋缺身边的赵龙也是神色立刻严肃恭敬，快走几步，在白小纯身前抱拳，深深一拜：“恭喜大人出关！”阵阵声音从这数十个亲卫口中传出时，白小纯笑声依旧，直奔宋缺而来。与此同时，在这驻地内，更多的亲卫察觉到了白小纯的出关，急速而来，甚至在这驻地内，此刻还有数十道长虹呼啸而出，直奔此地。其中有10个修士，全身上下散发出结丹大圆满的气息，甚至每一个都带着不同程度的威严，似乎换了一个地方，他们10人里任何一个都可以跺脚让四方轰动。这10人正是第三军的千夫长李洪明，也在其中，刹那就到了白小纯身边，齐齐抱拳拜见：“拜见万夫长！”在这众人的不断到来，纷纷拜见中，白小纯迈着大步已到了宋缺的面前，笑声带着振奋，目中的光芒让所有人在看到后都能感受到这一刻白小纯的兴奋。“真的是你吗，缺儿？真的是你，缺儿？你怎么弄得这么凄惨？我以为我就够惨的了，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惨。我来的时候，你小姑把你托付给我，我身为长辈就要对你负责。虽然你当初再次无情的把我抛弃了，可姑父还是很大度的。这样吧，你出去做什么任务啊？你跟我混吧，我是万夫长，你来给我做亲卫。”白小纯激动了，他的确兴奋，那是看到故人的惊喜，尤其是想到之前宋缺再次离自己而去时的狂傲，而自己眼下成为了万夫长，加上暂时不能回逆河宗，之前虽然已是万夫长，但总觉得有些锦衣夜行，而如今重逢故人后，顿时有种仿佛荣归故里的感觉，让白小纯激动的似都要爆炸了。他觉得人生能有如此经，实在是无与伦比啊！宋缺身边的那一男一女也都愣住了，他们目光呆滞，看着白小纯。白小纯的衣着很简单，可看起来却充满了威严，在众星拱月中那种上位者才具备的气势，这一刻在白小纯身上非常强烈。明明修为不是元婴，可给他们的感觉似乎比元婴还要恐怖，尤其是四周修士的那些举动，还有那一声声万夫长的称呼，更是让他们脑海嗡的一声。哪怕立刻就意识到眼前之人居然是第三军的万夫长，但匪夷所思的情绪仍然充斥内心。他们也立刻就认出了白小纯的身份，毕竟大家都是星空道几榜的天骄，白小纯在星空道几榜内名气不小。可就算名气再大，他们也都无法相信眼前所看的这一幕。二人正在那里，只能无意识的连连吸气，甚至都紧张起来，同时脑海也在轰鸣。他们也是首次知道宋缺居然有如此来头，他的姑父竟是万夫长。二人颤抖，良久后下意识的就低头抱拳，哆嗦的一拜：“拜见，拜见，万夫长大人。”在这二人拜见时，宋缺这里目中带着茫然，这一切太突然了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。前一刻他还觉得自己如今必定一鸣惊人，足以压过白小纯至少10头以上，可下一瞬，白小纯就这么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。白小纯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还能成为万夫长？宋缺面色苍白，话语断断续续，声调都变得怪异了。他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他甚至觉得此事太滑稽了。可就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，白小纯四周的赵龙等人作为亲卫，他们纷纷皱起眉头，刘丽更是冷哼一声，随着他哼声传出，顿时这四周数百亲卫不乐意了，谁都听出了宋缺话语内的质疑之意。顿时这些骄兵悍将纷纷散出煞气，这煞气眨眼就滔天而起，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气势，猛地压向宋缺三人。好大的胆子！万夫长的名字岂能是你随便叫出的？赵龙低喝一声，他虽赏识宋缺，可这一瞬
对方竟敢质疑自家大人，他立刻就翻脸，目中杀意掠过，煞气散发，天地轰鸣。李洪明等千夫长也都皱起眉头，看向宋缺三人时，那种无形的杀意让这整个兵营仿佛化作了一头巨兽，随时可以吞噬三人。那人人不善的目光立刻让宋缺身后那一男一女心脏都差点爆开，颤抖时面色苍白到了极致，尤其是那个女子更是扑通一下就跪拜下来，他身边那个中年男子也哆嗦的立刻跪拜。这些人的煞气太强了，让他们有种强烈的感觉，若是自己不跪拜，怕是立刻就要形神俱灭。宋缺颤抖着，面色惨白，这煞气对他而言一样强烈无比。可这一瞬，他已经不害怕了。他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怔怔地看着白小纯。他的悲愤在这一瞬已无法控制，取代了自己的一切思绪。他看着白小纯，看着四周的一切，他心中的憋屈已如滔滔江水，已然决堤。不可能，这一切不可能。